你是否曾经有过这样的感觉？生活表面上看起来风平浪静，但底下却暗流涌动。你可能在一段名存实亡的关系里苦苦挣扎，或者在一个充满内耗、毫无前景的职场环境中日复一日地消耗自己，又或者你发现自己总是陷入某种重复的负面模式，比如拖延、焦虑，或者对亲密关系的恐惧。你明明想要改变，却总觉得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在把你往下拖，让你感到深深的无力与疲惫。如果你现在正处于这样的状态，请不要划开，因为今天我们要探讨的内容，或许就是你破局重生的关键。我们今天不谈空泛的鸡汤，我们要来聊聊一部拥有几千年历史的东方智慧宝典《易经》。里面有一个专门教人如何收拾烂摊子，如何从腐败与停滞中重新站起来的绝妙卦象，那就是第18卦山峰谷卦。今天这支影片的主题就是直面人生烂摊子，破局重生的清理哲学。我们将层层剥开谷卦的智慧，告诉你当生活发霉生病的时候，你该如何精准下刀刮骨疗毒，最终迎来人生的全面翻盘。一听到蛊这个字，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可能是武侠小说里那种可怕的毒虫，或者是某种神秘的巫术。从字形上来看，蛊字上面是3个虫，下面是一个器皿的皿。想象一下，一个久未清洗的碗盘里长满了虫子，这代表着什么？代表着腐败、败坏、停滞不前，以及长久累积下来的沉疴。在人生的维度里，这个蛊就是那些我们一直逃避、不愿面对的烂摊子。它可能是上一代留下来的家庭创伤，可能是前任主管留下的一堆烂账，也可能是你自己多年累积下来的坏习惯。但是易经最伟大的地方就在于它的辩证思维。蛊卦的卦辞开宗明义就给了我们一颗定心丸：蛊，元亨，利涉大川，先甲3日，后甲3日。你可能会觉得奇怪，明明是腐败长虫的烂摊子，怎么会是元亨，也就是大吉大利、极度亨通呢？这正是易经要告诉我们的高阶智慧，危机就是转机。当事情坏到极点，腐败到无以复加的时候，正是你大展身手，重新建立秩序的最佳时机。一个完美的环境不需要英雄，只有在千疮百孔的局面中，才能展现出你真正的价值与能力。所以，面对生活中的烂摊子，第一步不是抱怨，也不是逃避，而是要认知到，这是一个让你实现元亨、获得巨大成长的契机。卦辞接着说，利涉大川，意思是这时候适合渡过大河，引申为鼓励我们勇敢地去冒险，去面对那些艰难的挑战。不要因为害怕失败就缩在舒适圈里，烂摊子是不会自己变好的，时间只会让伤口化脓，让虫子越长越多。你必须要有涉水而过的勇气，去直面那个最难解的结。但是勇敢不代表莽撞。易经紧接着给出了处理危机的最高指导原则：先甲3日，后甲3日。这里的甲代表着一个新周期的开始，也可以理解为你决定采取行动的那一天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在你采取行动进行改革之前，必须要有3天的时间去深思熟虑，调查清楚这个烂摊子到底是怎么形成的，病因在哪里。这叫先甲3日的谨慎。而在你采取行动建立新制度之后，还要再花3天的时间去追踪、观察、检讨，看看新的做法有没有产生后遗症，有没有真正解决问题。这叫后甲3日的负责。这不仅仅是古代的智慧，这简直就是现代管理学中最精华的专案管理流程。面对人生的破局，我们既要有破釜沉舟的勇气，更要有谋定而后动的冷静与细致。我们再来看看蛊卦的大象传：山下有风，蛊，君子以正名誉德。蛊卦的卦象是上面一个艮卦，代表山，下面一个巽卦，代表风。风本来应该是流通的，但现在被高山挡住了，吹不出去。空气不流通，久了自然就会沉闷、潮湿、发霉、长虫。这就像是我们的社会、公司或者个人的内心，如果长期缺乏沟通，缺乏活水注入，封闭僵化，
就会产生蛊。那么面对这种死气沉沉的局面，一个有智慧的人该怎么做呢？就是要振明育德。振就是振奋、唤醒，育就是培育、滋养。你要想办法像一阵强风一样去打破那座大山的阻挡，唤醒周围人的热情，振奋自己的精神，并且在这个过程中重新培育出良好的品德和习惯。清理烂摊子的过程不仅仅是解决表面上的问题，更是一次灵魂的洗礼和价值观的重塑。你要用行动去感染别人，让大家从麻木和绝望中醒过来，这才是真正彻底的出国。接下来我们要进入最精彩的部分。易经的6个爻辞就像是6个不同的人生剧本，或者说是处理烂摊子的6个不同阶段与情境。我们来看看这些智慧如何精准地对应到我们现代人的生活之中。首先是初6爻，干父之谷，有子，考无咎，利终吉。这里的干是承担、处理的意思，父不一定单指父亲，它可以代表前人、前任、权威，或者是旧有的传统和制度。干父之谷就是在处理前人留下来的烂摊子。想象一下，你刚接手一个新部门，发现前任主管留下了一堆烂账，糟糕的客户关系和涣散的团队士气。或者在家庭中，你意识到父母那一代错误的教育方式正在深深影响着你，这就是父之谷。初6爻告诉我们，当你愿意站出来当那个有子，也就是愿意承担责任的继承者时，前人的过失就不会继续造成灾难。当然，万事起头难，刚开始清理这些积弊已久的问题时，一定会面临极大的困难和危险。你可能会被旧势力攻击，可能会感到力不从心，但是只要你坚持下去，坚定地推动改革，最终一定会迎来好结果。这在生活中给我们的启示是，不要抱怨你的原生家庭，也不要抱怨前人留下的坑，抱怨解决不了任何问题，反而会让你成为谷的一部分。勇敢地接纳现状，挽起袖子开始清理，哪怕一开始困难重重，只要你愿意迈出第一步，你就是在切断负面循环，你就是你自己人生的拯救者。到了9、2爻，情况发生了微妙的变化。干母之谷，不可争。这里从处理父亲的烂摊子变成了处理母亲的烂摊子。母在易经中代表着阴柔、情感、包容，但也可能代表着溺爱、情绪勒索，或者是那些隐蔽在暗处牵扯着复杂人际关系的痼疾。处理这类问题时，爻辞特别警告我们不可争。这个争是固执、强硬、死板的意思。为什么不能强硬？因为处理情感层面的烂摊子，如果你用太过理性、太过刚硬的手段一刀切下去，往往会引发强烈的情绪反弹，甚至导致关系彻底破裂。举个例子，如果你发现团队里有一个老员工，他虽然能力退化，做事拖了，但他过去对公司有恩，在团队里人缘很好。如果你作为新主管，直接拿公司规定出来把他开除，一定会引发整个团队的情感抗拒，觉得你冷血无情。处理这种带有浓厚情感色彩的问题，你必须要用柔性、迂回、充满同理心的方式。你可以透过调动职务、温和沟通，或者给予台阶下的方式来解决。在家庭关系中更是如此，面对长辈的情绪勒索，或是伴侣的敏感神经，讲大道理是没有用的。不可争就是告诉我们要懂得变通，用爱与包容去化解情绪的死结，这是一种极高的情感智商。接着是9、3爻，干父之谷，小有悔，无大咎。9、3爻处于下卦的顶端，具有阳刚之气，代表着这是一个非常有冲劲，想要大刀阔斧进行改革的人。当你用这种强烈的力道去处理常年累积的弊端时，一定会遇到阻力，甚至可能会因为手段太过激烈而得罪人，或者在过程中犯下一些小错误，这就是小有悔，会有一些懊恼和摩擦。比如你在公司推行一个全新的数位化系统，强迫所有人放弃旧有的纸本作业，刚开始大家一定怨声载道，甚至会出现短暂的混乱。
你也可能因为沟通不够圆融而感到有些后悔。但是《易经》告诉我们无大救，没有大的灾难。为什么？因为出发点是好的，方向是正确的。在清理烂摊子的关键时刻，宁可因为做得太多太用力而产生一点摩擦，也绝对不能什么都不做，任由事情腐败下去。这句话给我们的生活建议是，当你确信自己正在做对的事情，比如正在戒除一个严重的成瘾习惯，或者正在切断一段极度有毒的关系，过程中的痛苦、戒断症状或是别人的不谅解都是正常的，小有悔。不要因为这些短暂的阵痛就退缩，勇敢地挺过去，大方向的正确将会保证你最终的平安无事。然而到了6、4爻，话锋一转，出现了卜卦中最危险的一种情况，欲复之谷，往见令。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警语。欲是宽容、放任、得过且过的意思。这句话是说，当你明明知道问题存在，明明看到事物正在腐败，你却选择了姑息养奸，选择了当裸脚把头埋在沙子里，那么继续这样走下去，一定会面临极大的羞辱和遗憾。为什么人会欲复之谷？往往是因为懦弱，或者贪图一时的安逸。比如，你明明知道你的伴侣有严重的财务问题，或者对你不忠，但你为了维持表面上的和平，害怕冲突，害怕失去，于是你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或者在工作中，你发现了公司的产品有重大的安全隐患，但为了保住饭碗，你选择了沉默。这种短暂的舒适是用未来的巨大灾难换来的。烂摊子不会因为你的忽视而消失，它只会在暗处不断膨胀，直到有一天彻底爆发，将你吞噬。6、4爻严厉地警告我们，在生活的烂摊子面前，最大的敌人不是问题本身，而是你的姑息与软弱。遇到问题绝对不能拖，不能逃。你现在省下的每一分力气，未来都会变成打在你脸上的巴掌。立刻停止你的欲复之谷，马上行动起来，哪怕再痛苦，也要直面真实。度过了危机四伏的6、4，我们来到了6、5爻，肝腹之谷，用欲。这是一个极度美好的境界。欲是荣誉、赞美的意思。为什么到了这个阶段，处理烂摊子不仅不再痛苦，反而会获得赞誉呢？因为6、5爻处于上卦的尊位，代表着这是一个拥有智慧、资源和领导力的人。他不再像初爻或3爻那样单打独斗、硬碰硬，他懂得借力使力，懂得任用贤能。一个真正高明的领导者，在面对公司濒临破产的烂摊子时，他不会自己一个人熬夜加班改报表，他会去寻找最顶尖的财务顾问，提拔有能力的年轻干部，凝聚众人的智慧和力量来共同解决问题。结果不仅问题解决了，他还为自己赢得了知人善任、力挽狂澜的美誉。在我们的个人生活中，这意味着当你面对一个自己无法单独解决的巨大困境时，比如严重的忧郁症、复杂的法律纠纷，或者是深度的家庭创伤，不要逞强，学会对外求助，去寻找专业的心理咨商师、律师，或者向有经验的长辈、朋友请教。承认自己的不足并不是软弱，懂得运用外部资源来帮助自己度过难关，这才是真正的强大。当你透过团队合作或专业协助成功走出了低谷，你的人生不仅会重获新生，你的智慧与格局也将得到周围人由衷的赞赏。最后，我们来到了卜卦的最高境界，上9爻，不是王侯，高尚其事。当所有的烂摊子都被清理前净，当腐败已经转化为新生，这个时候，一个有着至高智慧的人会怎么做？他会选择不是王侯，也就是不留恋世俗的权力、地位和利益。他已经完成了他的使命，帮助这个世界恢复了秩序。但他不会把这些功劳当作自己的政治资本，去谋求高官厚禄。相反的，他会高尚其事，把自己的精神境界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，去追求个人的心灵修养，去探索宇宙人生的真理，或者退隐江湖，过着清高自在的生活。这是一种功成身退、天之道的超然洒脱。这给我们的启示非常深远。
在现实生活中，我们常常在解决了一个大问题，获得了某种成功之后，就陷入了对权力、财富的执着中，结果又制造出新的谷。上九爻提醒我们，清理烂摊子只是我们在人生道场上的一种修行，它不是目的，而是过程。当你帮助家庭度过了难关，当你把公司从危机中拯救出来，当你战胜了自身的阴暗面之后，不要被胜利的果实绑架，你应该要懂得适时的放下，把舞台让给年轻人，然后转身去追求更高层次的灵魂自由，这才是真正的功德圆满。讲完了这6个爻辞，我们来总结一下。当你在生活中遇到各种形形色色的烂摊子时，到底该怎么办？第一种情况，如果你遇到的是职场上的停滞不前，或者是接手了一个前人留下的巨大坑洞，不要抱怨，记住，肝腹之骨，有子考无咎，把这当作是你展现实力的最佳舞台。但在行动前，一定要先假3日，后假3日，做好充分的调查与风险评估，谋定而后动。在推动改革时，如果遇到阻力，要坚持大方向的正确，并且学会寻找盟友，建立团队，不要一个人孤军奋战。第二种情况，如果你深陷于有害的情感关系，或者是原生家庭的泥淖中，请记住，肝母之骨，不可争。处理感情问题不能用刀砍，要用温水煮青蛙的智慧，用柔性同理心去设定界限，慢慢解开情绪的结。但同时绝对不能犯了欲腹之骨的错误，不能因为害怕冲突就无限度的退让隐忍，姑息只会带来更大的伤害。你必须在温和的态度中保持坚定的立场。第三种情况，如果你面对的是自己内心的烂摊子，比如长期的拖延症、糟糕的生活作息，或者是某种难以启齿的成瘾问题，这时候你需要的是山下有风的破坏力，你要像风一样去吹散内心长久累积的沉闷与阴霾，为自己设定一个全新的环境，打破旧有的回圈。一开始的戒断和改变一定会很痛苦，但只要你坚持住那份刚猛的决心，你就能迎来元亨的彻底重生。各位朋友，人生的道路不可能永远平坦，遇到谷，遇到烂摊子，是每个人生命中必然会经历的章节。易经的山峰谷卦给了我们最深刻的安慰与最强大的武器，它告诉我们，腐败不是终点，而是新生的起点。面对一团乱麻的生活，我们需要的不是逃避，而是直面的勇气；不是盲目的冲撞，而是先假后假的智慧；不是一个人的死撑，而是懂得用欲的格局。当你具备了这些特质，这世上就没有你跨不过去的大川，没有你收拾不了的残局。而当你历经千辛万苦，终于将生活重新导入正轨时，也请你记住，不是王侯高尚骑士的洒脱。不要让过去的成就成为你未来的包袱，保持心灵的自由与高尚，继续去探索人生无限的可能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在面对自己生活中的谷。你现在正在处理什么样的烂摊子呢？是职场的困境、感情的纠葛，还是自我成长的瓶颈？你又打算用卜卦中的哪一个智慧来破局呢？如果你愿意，请在下方留言区分享你的故事，把这里当作是一个树洞，也是一个大家互相激励、互相学习的社群。也许你的经验正好能成为别人破局重生的那阵山下之风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影片对你有帮助，请务必点赞、订阅，并把它分享给那些可能正陷入困境、需要一点力量的朋友。让我们一起在易经的智慧中找回直面人生的勇气。我们下次见。